第一条看完，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条，看看是啥？这是在影棚里还是真的去海边了？这个是那个灯塔的那一首吗？哦，每年还不一样，都是肖战自己设计的是吧？我等会儿去找个合集去。音乐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音乐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接下来要考的啊。音乐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是很想要传达的东西吧？因为如果是拍戏的话，我们总是在扮演别人。哦，确实没毛病。这个地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朱家尖吧？猜对了没？猜对了没？是不是朱家尖？拍戏是在扮演别人，音乐是真正自己内心的表达。外国啊？哪里啊？哎呦，他这还分第一集、第二集呢。2024年10月应该是专辑发行前的1个月，是不是？在画画，设计师肖战，一个人安静地看着窗外，零星的灯火都会让我想到都一样。其实最开始，选择最开始其实都一样，是这张专辑里面我听到的第一首歌。2021年12月首次与制作老师见面，经历了近半年的试听 demo 以及多轮讨论，最终确定了专辑方向，并开始收录第一首歌。2021年12月到2024年，这张专辑做了3年，应该是2年半的时间啊。肖战会弹吉他，对，现在我是完全信了，因为这个各种蛛丝马迹啊，从他演出的各种蛛丝马迹都看出来他肯定会弹吉他，而且他很喜欢弹吉他。3年是制作了3年，写应该再往之前算还要多，对吧？因为大刚他说是21年的年底是跟这个制作人见面嘛，那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应该要有一批文档，不止10首歌的文档去交流了。遗忘的都该遗忘，我并不是假装，不过带点泪光。就是在录 demo。这回忆已经模糊，映照一幕幕迷雾，就更像说话的感觉，明白？就是其实主歌都像在说话，然后副歌是有点像唱，因为它那个音区你是肯定不得不唱。所以副歌的那个调刚好在若谁能安放，这里你刚才是用混声，唱的真好，假声就是这样。若谁能安放，心上心。我刚才在里面听还好，就是这个 key 还好。每一个远方都在身旁，都好像我们都属于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城市里面的寄居者。就是他是个 I 人嘛。好像在每个深夜的时候都会在想，这个城市一定还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那他这3年花了好多时间做这个专辑啊，就是有一点可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他主业是一个演员，这3年他还要拍戏。如果他拍戏是每天就这么赶，这早起晚归了这么赶的话，他的状态是不能做专辑的。他得调整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很像他刚才这样录音，他要调整很稳定的一个心理状态、内心状态，他才能够去录专辑。这么忙的话，做这张专辑是就是压力是很大的。在这个城市忙碌。对呀，你看他还去21年之后还上综艺唱了那么多歌呢。这个这个城市安定。
在这个城市做着不一样，但感觉有一样的事情。我挺想知道他画的是啥，是啥？这个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在里面穿来穿去。哦，都一样 MV 里面啊，等会儿我们看。我们倒推一下，那个8秒红海是哪一年？18年是不是？就是我们倒推一下他大概写这些歌的时间，这个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怎么没有收到提醒啊？下次看到肖战的视频要那个啊，要点直播预告的那个预约哈。20年，他21年去找制作人，那他写这些歌的时间。再快也得是20年之前。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就是如果一张专辑要发行10首歌，他得有不止10首歌。一个人2年不太能写得出10首歌来，尤其是像他这种质量的歌，对吧？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啊！就是他写歌的时间，大家因为你们更了解他，大家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面再来理解一下他写这些歌的时候的心理的状态。有些因为我们听到歌的时候已经是24年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哦，已经是这个千帆过是吧？已经是这个时期了。但是他写歌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时期呢，是吧？所以他写歌应该还要早。更有可能说他写歌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所谓的像付出啊，或者说在我喜欢这首歌哎，哈哈。情绪都可以传达，而且我觉得音乐他写了几首词，其他是收录的，跟绘画是一样的。那我们等会儿看看哪些是他自己这个参与或者亲自写的哈。也许我想表达的是这样的情感，但是听者听到的，结合他当下。下次直播时间直播预告我都会发在视频里啊，所以点关注啊，点关注。你们刷到我的这个视频里，如果有你们喜欢的音乐人，你们就会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下一次的直播时间啊。我的直播基本上都是专场，跳得更狂野，不真的世界是时刻。像他这种做创作的人，基本上手机里面这个备忘录里会有很多东西啊。好，第二阶段来了，交换什么？我这个眼神啊，他说整个专辑要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感觉，交换光热，好。专辑的 MV 他都有参与，他的风格很明显。对，这个 MV 一定是他参与的，一定是他要深度参与，因为这个要符合他对于艺术表达的想象啊。刚刚这个录音棚应该是 TTL 录音棚，在北京也是非常著名的。未知的无措的证明着。我们听一下那个骄傲的非常好，然后。我关注到一个细节，肖战录音不喜欢开很明亮的灯，
这个也是大多数 I 人、大多数情绪化非常重的音乐人的喜好。无错的证明着昏暗的环境会更能够让他把自己的骄傲的非常好，然后故事带入进去。听一下，都按这个骄傲的力度去唱就对了。我们再来，来，有点感冒好像。微微的散出光的听出来了吗？有点感冒。脉搏，无声的摇曳出每颗心的段落，交错着告诉我，每一个音尾的气声拉的都很稳。酒店改的录音棚，临时的，这个一般都是做制作交流的时候临时的这个工作场景。听你说，听你说，夜行。这是啥呀？没看过。这个今天是我们的肖战，我们这张专辑的深度解析专场，所以我们先从他的专辑制作的花絮纪录片开看。越往购物车越自由。为孤独献身，为颜色陪衬。大家没点关注，记得点点关注啊！今天的直播会有完整的回放。同行的人。温暖且孤独，温暖且孤独。整张专辑其实从头听到尾都是这样的感觉，温暖且孤独。孤独来自现实中的境遇，然后温暖来自内心的力量的支撑。注意每一首歌的制作时间真的都是时间缝隙中完成的。对，我刚才就感觉特别赶，因为这样的一个专辑还有这么多 MV 的输出，10首歌曲，6首 MV， 3年要发行出来。实际上大家所理解的21到24年在我们行业里来看，它其实只有2年不到的时间，因为报版权、申报版号，包括 MV 的送审，这些都要时间。你们在24年年底见到的这些成品，应该在24年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乐也小一点，现在快亮了。对，我刚伸出那一句来说，他一天48小时，我也想有。才找到彼此的伴，别推送我的不安哟。对，那个步子还是音是上去了，但是我总是还觉得底下有东西把它吊住它，就不让它不用那么夸张。我的。其实我还挺期待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看肖战的宵夜吃什么的，我太喜欢吃宵夜了。肯定牺牲了不少睡眠时间来完成专辑。对，你们看肖战的录音时间啊，按他这个性格这个风格，他不会白天录，白天没状态。他晚上比方说7、8点、8、9点钟进棚，然后交流再录，反正凌晨2、3点能录完就算是快的。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正常我们录一首歌3、4分钟的人声，这个3、4分钟的人声里面，因为还有前奏、间奏、尾奏，可能实际人声只有2分钟。你们知道这个人声要录多久吗？10几个小时，很难想象吧？2分钟的东西要录10几个小时。这是正常我的工作经验啊，按肖战的严苛的这种要求，我觉得10几个小时一次，可能他第一次录完之后会有，比方说过了3天5天，过一阵子听觉得情绪不满意再重录，这绝对是会出现的情况啊，一定是会出现的情况，所以你们很难想象这一首歌他要录多长时间。
啊，又到沙发了，谁要的沙发？主播好专业啊，不是专业，是干这行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会。这个10几个小时，我刚刚看到有人说这个肖战效率很高，这个其实跟效率很高没有关系啊，就是一首歌要录细致，这些时间的打磨是必要的，它都是比方说我先来跟制作人交流一轮，你这么一聊天10几20分钟过去了，然后我进去录，对吧？进去录可能不会是一次从头到尾的，就是一般录音没有 one take。啊，没有一次从头到尾唱完结束，都是比方说啊，先唱副歌，副歌找到感觉之后再录主歌，主歌录完之后再顺着主歌的感觉再去录副歌，副歌录完之后然后回听，啊，休息一下回听之后再交流再修细节，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大多数时候我们录商业音乐的这个人生会觉得啊，副歌可能就那2个字没唱好，来把这半句录一下吧。这半句录完之后发现哇，过了3-4个小时之后，这半句的状态跟其他完全不一样，好，全删掉再重录，10几个小时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跟效率高不高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对于自己的音乐作品有着严苛要求的人，他的录音时间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会录多完美，录多长，他会因为一个字贴不进去而再重录整遍，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做一个现实生活里面是一件很小的东西，但是类似这种就突然变大了。OK。我只想让他在就奇幻感再强。对，有时候自己做的作品就是第一遍觉得还不错，当时是有点自我感动，第二天醒来一听，哎，不对，不是那个，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不对，然后过几天再调整状态再录。想不通他时间怎么安排的，真的。肖战的产出啊，我最近了解的多了一些。按我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他的产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自己，他一定亲接。我觉得对他来说最痛苦的应该是路上的时间都没有休息，接重再接轻再接重。我也怕这个，就是真的很怕这个，做艺人做这个行业很怕这个，路上不能休息。用轻重来把那个 groove 勾出来。什么是梦想？什么是我最想要的？对，路上没得休息，因为路上都在准备下一段工作的这个前期的这个预制作的一些工作。买了专辑的一定要认真看写真集，每一页拿灯光从背后打着看。哦，这是专辑里面的彩蛋，是不是？看哪个效果比较好？特别是红黑那一页，有专辑的大家可以现在掏出来看看啊。就是在那个块状的记忆里面。你要去向哪里？个音头就会加强那个力量。这个就很熟练了。再来一下，再来。总要回家，就这样用力活吧，指尖那灯塔。灯塔这个歌，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听起来情绪的感悟不太一样。我听着倒是觉得是一个比较轻快的，啊，有点自洽的这么一个感觉的歌。这是又出门了。哦，开始落到弦乐了。现在到了23年的6月。为祈求的心，很未知的你，还有我手中的你。原来现实。这首歌换了一个棚，这个应该是实在是档期安排不开了，没法回北京了。时间倒流鸦雀的地狱。这首歌应该是制作人的团队飞过去找他录的，这
这个在行业里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没办法，因为艺人实在是太紧了时间。找同行的人。像他这样的行程，我有遇到过，就是我遇到过最紧的一次，应该是20年前后吧，就是腾讯的这个超新星运动会的时候，扎堆儿了，就是几十组艺人，然后他们都里面可能有1/3都是白天在录那个综艺，录完了之后，5、6点钟天黑一结束，马上就要进棚开始去录歌。没得休息的，录完歌又是后半夜了，可能再回去休息一下，早上5、6点钟又要起来去录综艺。肖战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节奏，每天的休息应该不会超过3个小时。这种工作强度是非常恐怖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这种啊，就是连续可能很长一段时间，7天10天，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才能够看到我们。他一定是热爱的，他一定是热爱的。总要试着习惯，留下的人不得不去承担。我今天看这个纪录片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没看过这个纪录片，今天看完之后，等会儿咱们再听这张专辑，你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悟，你们会理解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对自己的音乐的那种期待。然后等会儿你们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们会感受到肖战第一次听到自己这个专辑成品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那种自豪感，那种欣慰的那种心情。找到我要去的地方和方向，所以这个过程中必定有阵痛，这个阵痛是每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啊。这聊什么呢？给他做心理辅导呢？我也是在摸，其实说我无视你，然后我选择跟你对抗。这个碰撞放在整体的架构里，它其实是说我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就像我们之前聊的一样，就是我也是在摸索中才找到我要去的地方和方向，所以这个过程中必定有阵痛，这个阵痛是每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回避的。专辑的调子又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矛盾嘛。哦，这个时候他们俩其实想法上面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哈。那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总的来说，它还是一首很积极的歌曲，因为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这个时候好像是正南的要求比他还要高。还有，原来起伏是大不了碰撞。我觉得要不把这个那不了碰撞放后面吧。放最后那不了碰撞。放到第2。是。我按他那么唱，就是2股声音出来。就是文字不同唱法。下面还是有一个和声，然后对和声拖着。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跌倒。原来起伏是有想法认真工作的男人太有魅力了，你就把前面那些字都去了，就是肖战太有魅力了。不过就这样。哎，我刚想嗨一下，给我剪了。不要，我这个暂停还挺有意思。不要上头，不要下头，不要回头，不要点头，不要抬头。好，不要回头，我们继续看。哎，还有望啊这样啊，好，肖战一个能给到频繁给到惊喜的人。不要回头，望。我要是跟他一起工作，真的也会很爽啊！那真的，我跟他一起工作，我是有点，对吧？高攀了。那怎么样？我自己的一个感觉。但是不管是肖战也好，就是我会期待跟每一个工作对象都是像肖战这样对于作品有追求的。我不怕晚睡，我现在眼睛还没缓过来呢。我上周7天，每天平均睡1个多小时，我不怕晚睡，但是无效的工作真的很没有意义。其实是偏个人化的，
这只要是追求这个东西，节奏就会更多元一点，熬着去做对吧。就是你像他们现在啊，比方说凌晨2点3点，他们在讨论在录，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只有回去躺下才会秒睡。现在我听着好像，但是他真的在这个状态创作的状态的时候，他是不会的，不困的。那些东西做完了以后，听感可能会不同多一些。对，今天听下来觉得更适合，更对。但我觉得出来发型变了呢，包括整体的策划要更轻一点。对，玩一点比较创意性的东西多一点。这是哪首歌了？我更看重可能是排版的，或者是可以不需要有这个词排版，听着我心里这发型闪来闪去的。视觉性的这个，是否要把这个交肖战为啥没有黑眼圈？他们这个管理啊，融进去，都是科学的，就得看您饮食也是健康的。那么明确啊？对，完事儿。美感跟规律性的，因为它现在有点过于凌乱。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点点大众的审美的这个考虑。明白，我确认一下。这里是讨论黑胶是吧？好，那个录的话，我跟小美都记着，然后咱们做的过程中，咱们再把自己。哎，我插一嘴，大家知道黑胶和你们听的这个数字音频母带的区别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就是 QQ 音乐上你哪怕听到的那个什么 FLAC、PCM 这些数字音频母带和黑胶的区别，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黑胶就是把那个 QQ 音乐上面那个音频刻到那个黑胶上，不是啊。黑胶是把音频原始的那个母带，就是没有任何细节损失的刻到黑胶上面，这是第一。你们在任何音乐平台上，哪怕你买最贵的会员，你听到的那个数字音频母带，它都是有损失的。这个损失来自于所有的数字信号的转换，一定有损失，包括动态，包括温暖程度，就是真实感。这个有点类似于胶片相机拍的照片和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数码相机照片的声音就是冰冷的。第二，黑胶我没买这张啊，我要买，等我最近有点忙。没法稳定收快递，我要买我会听。就是黑胶肖战用的黑胶的那个碟片一定是高质量的。这个黑胶它自带一个什么呢？我们叫磁带感。这种磁带感它会给这个音乐增加更多的精致的一些东西。快截止了，我放视频，我现在就买。OK，好呀。所以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喜欢一个音乐的话，用黑胶机来听，哪怕你的黑胶机不是很贵啊，铁三角，对吧？这个几千块的这个黑胶机，都能够听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大家听音乐千万要少戴耳机。这个话虽然我说的不太合理，因为我也戴眼耳机，听音乐千万少戴耳机，一定要用好的音箱来听。啊，就是好的音箱，不是说那个几万块的啊，虽然我们做制作用这种很贵的音箱，好的音箱，哪怕是一个比方说1-2千的蓝牙音箱，好的音箱都可以的。我现在就在买。就是一定要音箱来听，因为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肖战站在你对面唱歌，他不是唱到话筒里，然后拿个耳机塞到你耳朵里给你唱歌，而是肖战的声音通过空气传递给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空气的湿度、温度都会影响这个声音的传递，是肖战的声音从他的嘴唇、从他的声带发出来，传递给你的耳朵里。所以听音乐最正确的方式是用好的还原设备，然后通过空气传递到你的耳朵里，而不是塞一个塑料在你的耳朵里。好，谢谢。所以听黑胶大家就不要戴耳机了，这个哦正在买。然后我们还要讨论什么？妈妈。后面我不会唱了。下一首，切歌。下一首是什么呢？这去哪儿了？啊，对，在那个 QQ 音乐买的，上次大家跟我说了。下一首，小心地触摸世界的形状。口感很重的演唱。瑞士。小心地触摸世界的形状，慢慢张望，每次迈出一步都算重量。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跌倒。不要回头。幸福是莽撞的回响，不过就这样。
我们再来一个就往下走了。好，来吧。这块确实有点好高。自由的飞呀，不要回头向着前方。是这样吗？前方会怎么样？不要回头望。好，搞定。这是那个转圈爬路的哈。专辑有8斤重，什么意思啊？里面送大米了啊？把专辑送大米，倒回去一点，好，回去一点看看是啥。我们再来一个就往下走了。好，来吧。这块确实有点好高。自由的飞呀，不要回头向着前方。哎，前方会怎么样？不要回头望。听到这句，我又想看肖战的说唱了。论斤卖多少钱一斤？30几一斤。哦，开箱视频好。论斤卖比牛肉便宜啊！到货以后教我看隐藏款，好。论斤卖比牛肉便宜，好，这么比较，头一回听说。这是他第一次听是吧？每次闻到某种味道就会记起记忆中的一些画面。这里有小设计，这里如果你们回看这个视频可以戴耳机听这里啊，肖战的声音在左边，这个我刚刚说的磁带感就是这些磁带感啊，这个质感胶片的质感在右边。34.875元一斤，漂亮。就会记起记忆中的一些画面。就像每次回到重庆，其实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然后也会唤醒一些过去的一些画面吧。更靠近心脏，哇！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最浪漫的一句话。总觉得其实没有离开很久，但是一些新的建筑、新的地标，一直在提醒我，其实已经过去了很久。就像我一直觉得时间和音乐。哎，挺好看，同款。哎，我防喷罩去了，都是有味道的。其实每次闻到熟悉的味道。老师，你上一场站直播40多万赞，没事，今天大家都注意力都放在看视频上了。我估计好多人没看过这个视频啊。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就让你把过去记忆里面的那些画面。第一张且唯一一张黑胶，就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一句公道话了。说句公道话，肖战的专辑数字版是不收费的啊，黑胶卖279，赔死了。但可能真的赔死了，你7斤多8斤，不是斤的概念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个黑胶279赔死了。回到现实啊，现实里是肯定再也回不去了。但这些记忆呢，就像在哪买 ？QQ 音乐搜肖战我们，就像一个电影库一样，都存档在了里面。就是因为我可能不会很在意里面送的那些什么卡片呀这些东西，但是一张黑胶，一张高品质的黑胶279，就这么一片啊，包一个纸壳子寄过来279，这个价格都便宜。不回去了。那我当然希望几年以后，我可以在工作或是在……就他是真的很想让所有人听到这张黑胶，而不是说把黑胶卖出黑胶的价格来。可以卖699、899， 8斤多一个大礼盒子，3位数，我觉得都便宜了，对吧？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算，你如果里面又有这个那个，对吧？礼物什么周边什么这些东西，你卖个1599。肖战的卡位卖1599，一样能卖这么多份。生活中听到他是真的很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花一点成本的钱听到这个东西，
这是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赚这个钱呀。肖战不差这4个亿呀，是不是？那个对吧？你们都了解的，肖战不差这4个亿呀。换别人来说，可能挣这份钱，对吧？他差这个吗？他现在多这4个亿，少这4个亿，这个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他还是睡不了觉。对对，多卖4个亿，他能多睡会儿觉吗？对吧？好，第2条视频，我们再来看第3条，这是最后一条了啊，最后一条纪录片。然后我们就，我觉得今天听这个专辑的歌，我觉得今天再听这个专辑的歌，我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他又发了一首，听听看。如果真的我们需要去做一首这种所谓的悲情歌或者是抒情歌也好，我希望它比较极致一点，给粉丝们的礼物。对，他有没有4个亿，他都睡不着，他哪有时间睡觉？他就想有钱啊。到我们他说就是在不管是在今天会有全程的回放啊，大家不要担心啊，因为这个我的直播都是专场啊，都是专场，大家可以提前在这个自己喜欢的艺人的视频里面预约到，然后每一个表演这个高质量内容的部分我都会有完整的回放，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它有一些延展啊，先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回归到我们这个。现在平台的推荐机制很准，你喜欢的艺人，我只要发视频，马上就会推荐给你。点点关注，点点关注，我又错过啥了？不一样。哎，不行，再看一眼。我就还是过一下，过一下。到我们他说就是在不管是在人物在剧情上，这头顶上夹的是啥？装饰吗？还是？都是再给他一点，你会想很多东西。哦，在讲戏，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我说最难的就是肖战对着一条破路，然后4边全是蓝色，他得想。点点关注，点点灯牌哈，点点关注，点点灯牌。每一个小小的舱体把它，然后直播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每个表演空间也足够可以发挥，然后也很简单，然后也就一个场景，就是它有一些延展，但是也有一些补充，然后回归到我们这首歌的内容。哎，那我想问问，这些造景去哪里了？就拆掉了？他没做个什么艺术展啊什么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我只是斗胆提这么个建议啊。如果肖战下一张专辑还这么拍 MV 的话，这些东西能不能就直接在，比方说啊，如果说他在北京的这个像星光影视基地拍，那么结束了之后，能不能跟798或者跟什么样的公园来合作一下，对吧？把这些东西放到那个地方去放1个月或者放2个月去做艺术展，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有公益的这个或者说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这个传播价值的。做个艺术展，你还可以不收钱嘛？大家免费来看嘛。不一样的是，通常废土风它会遵循一个色调嘛，但是我希望就是这里面它是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些造景，它这些美陈这些装置真的太精致了，从一个反向高调的感觉，就是你说把我们那个场景就放到某个这个艺术公园里面去，让大家去拍照嘛，整个是笼罩的，但你对吧？人家商场或者说这种艺术空间里需要引流嘛，成本又不需要肖战出，谁要这个东西谁买过去谁自己运营嘛，买一下授权嘛，对不对？对，赚钱做公益也可以呀。实在不行，下一张那个黑胶就199嘛。真的很棒，你说这些装置拍完了砸掉了，有点可惜了。我们那首歌，我赞同你刚刚的那个想法。我觉得，因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这种没交代这些东西的下落，那估计是拆掉了。不属于现在平。下回就是演唱会了，什么时候演唱会？我反而觉得里面的人就是这种很干爽，甚至头发放下来这样都可以。差不多一个外面的人反而是这种可以油一点，然后可能脏一点、乱一点，但头发是上去的。里面那个生态山那边，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没有自由。对。这个专辑主要是为了他的音乐梦想，所以烧钱也烧了。我现在有点理解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跟钱没关系，它是可能就是3点。第一是给他这几年的人生经历一个交代，自己给自己一个交代。
第二呢，就是给自己实现自己作为音乐人的这个身份一个交代。第三就是给粉丝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他做这张专辑的目的，不然他可以赚这个钱的，对吧？跟钱没关系，真的跟钱没关系。真的跟钱有关系，可能就是按照我的商业思维，他很多那个景我刚才说了，就是直接做 CG 就好了，不要去搭那个造那个宇宙飞船，是不是？盲猜出道10周年演唱会，好的，出道10周年是什么时候啊？漂流就是剧情感会稍微有一点点概念，明年比较有冒险，然后有视觉奇观的一个明年秋天设定。导演，这个是实景吗？对。如果肖战办演唱会的话，你们猜会在哪里？这些可能都是会做出来的。不了解肖战，但是被种草了。我觉得肖战的内容，他的剧我没看过，他的音乐内容我觉得开篇能不能是从不谈人啊，因为有的人会去聊人本身，说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这纯谈音乐的话，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绝对会喜欢肖战的作品。这都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这是戏啊，眼睛要睁开。重庆台，希望是鸟巢，应该是重庆。成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看《藏海传》，我是有多想表达，我都没时间睡觉，哪有时间看剧啊？元素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行程当中呢，我没看，我不看剧，我不是不看肖战的剧，我是一个剧都不看，真的没时间。然后现在就只有一个这个剧呢，感觉是有一些。这个鸟巢如果开演唱会的话，肖战差不多唱个《上海传》，sorry， 唱个15天够不够？这巨人嘛，很麻烦，会不会很好？直播看剧啊？版权不行啊。后期时间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抢不到票。看抖爸爸有没有这个魄力，直接像刘德华一样，直接给他做线上演唱会啊！不要收钱，不要卖票。一旦卖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出现。然后就是有跌落到这个床上，还是床，对，然后跳，然后最后在的这床，就直接给他做一个线上演唱会直播，对吧？也不要收礼物，他肯定不收礼物，也不要卖票。我估计当天，所以就是有一个全抖音所有的流量都在他那个直播间里，就里面变成另外一个大的这种对线下，我觉得他们会考虑风险呀，对吧？出来的时候是对，好像会冲到一个潜水，好，就到沙发了。线下，咱们国家的这个演唱会票务市场，你们懂的呀。放在线下的话。肖战的第一排应该3万不止。抓到这个最后的绳梯，然后可能有个不是第一排 ，sorry， 看台应该都要3万不止。这个整个闪电水下来，然后到底可能有个上掠，然后这些东西就有一个把这个全部卡掉。中欧干的领球，因为它本来之前就是很奇妙、很奇幻的。我不希望服装跟造型去强调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概念。3万不够是吧？那完了。关键这不是3万够不够的问题，就是场外他也得全是人啊。说这首歌的工作量很大。在外面看了好久，还是进来了。对，进来聊天嘛，进来聊天多开心。不要回头，还是这个咱们今天纪录片差不多，这是最后一条。
要有一点特点，有一点特别的东西。纪录片看完之后，这个就是我第2轮完整听这张专辑了。通过一些衔接，让它是一个边走边唱的，主要 focus 在人物，然后最后能看到一些环境的感受。我觉得往前往上，我更想说，在不要回头里面去呈现的，不光是一个往前的感觉，也要往上。这个美术置景真的太漂亮了。对，就卡死那个，卡死，我现在都卡死了。走路那个，你觉得这个通道你会做多长？因为它还往上走，得变换场景了吧？看完纪录片再看一遍专辑肯定不一样。对，我现在就越来越期待第2遍再听这些歌的时候，带着一些新的信息来听。美术生的审美绝了，我觉得肖战已经是超过美术生这个概念，因为他之前是美术生，对吧？有这个身份。他现在其实是一个能够把声音、画面、情绪、想象力都融合到一起的一个表达者。别和我抢树上来！只有光明是这样的，不会更变了。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艺术家现在这么说有点显老了，以后是肯定会这个扛得住这3个字的。偏简洁，越简洁要就是越比较简单，不会自我。好，对本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肖战开演唱会，我肯定想尽办法抢票。我可能就第一时间去研究外面哪个树了。但是在视觉上，你会感觉还是哪里抢得到？统一的。那还是要符合这个专辑里面的一个气质，所以它还是有一种让你看了之后有一种孤独感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还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核，很难，这样很难，确实很难。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做，我觉得那肯定。这整张专辑确实啊。包括上次我第一次听那个 intro 也是有种孤独感，哪怕是闹市之中，也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物设定。你看，你们刚才抢沙发，这会儿抢树。OK，重点来了。